中国既然能把武器卖给巴基斯坦，为什么又要区别对待，故意冷落关系更好的朝鲜呢？最近就在中国新春佳节之际，一道喜讯突然从卡塔尔传回国内。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，就在今年年初，受到主办国卡塔尔的邀请，巴基斯坦派出空军部队参加了一场多国联合演习。而此次巴基斯坦空军驾驶的正是前段时间中国刚刚顺利交付的歼10CE型战斗机。最终，中国出口的战斗机不辱使命，以9-0的夸张战绩取得完胜，让卡塔尔空军斥巨资购买的欧洲台风战斗机黯然失色。消息传回国内，顿时引得军迷们一片沸腾。而在欢欣鼓舞之余，就有一些朋友提议，应该把经过检验的歼10CE卖到更需要它的地方去，例如中国的唯一军事同盟国朝鲜。可面对这些军迷朋友的提议，军事专家们却罕见的集体给予否决。对此，有专家给出了3个理由，而最后一个最为致命。首先，第一个理由是中国的战略部署。为什么巴基斯坦能够得到中国的武器呢？2022年3月11号，在巴基斯坦的卡姆拉空军基地，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了首批6架歼10CE型战斗机。消息一经传出，顿时引得巴基斯坦国内一片沸腾。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更是亲自到场迎接，发表演讲，也毫不吝啬对中国的感激之情。其实，作为一个军工业并不先进的国家，巴基斯坦进口国外武器的情况并不罕见。然而，像这一次接受歼10CE型战斗机时弄得如此隆重，却是寥寥无几。那么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实际上，这一切都还要谈到另外的一个国家，那就是印度。原来，就在这场交机仪式举行的前2天，刚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9事件。印度一枚布拉莫斯巡航导弹不慎落入了巴基斯坦境内。虽然这起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但还是让巴基斯坦全国上下感到愤怒不已。所以在接收中国战机的现场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才会特意强调，虽然巴基斯坦人民热爱和平，但如果有人敢对巴基斯坦有其他心思，那么我们也不会畏惧，一定会坚决反击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事实上，就算没有这起误炸事件的发生，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，甚至可以说2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仇视早已是全世界默认的事实。但如果单单从2国的国力来看，印度几乎能够实现碾压巴基斯坦的局面。所以在多次的印巴冲突当中，印度基本都能够成为赢家，甚至在1965年的时候险些将巴基斯坦亡国。而之所以印度最后没能得逞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出手助援。实际上，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邻国，但比起巴基斯坦，印度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恶邻。不仅毫不掩饰自己向外扩张的野心，直到今天还计划对中国的藏南图谋不轨，而且还总是使坏，在国际上给中国各种下绊子，希望着能把中国拉下水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就极为重要。2015年，一位名叫张志坤的专家发表文章称，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抗衡印度的主力，有这个主力摆在那里，中国面向南亚大陆的战略就游刃有余。既如此，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也是顺理成章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要讨论战略，中朝之间的关系显然比时不时还想亲近美国的巴基斯坦更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怎么能厚此薄彼呢？事实上，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那么就必须仔细比较巴基斯坦与朝鲜2个国家的不同。这也是第2个原因的所在，那就是朝鲜的未知性实在太大。据朝中社消息，2024年1月15号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演讲中表示，朝鲜应该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人和永远的敌人，并以此为根据声称应该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完全占领、平定和收复大韩民国。事实上，这已经不是朝鲜近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展露对韩国的敌意了。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朝鲜官方就公开宣布不再将韩国视为自己的同族兄弟，放弃长久以来实现半岛和平统一的奢望。当然，朝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最主要的诱因还是美国的逼迫。在美日韩3国频繁挑衅的背景下，朝鲜只能被迫走出这一步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朝鲜半岛如果因此走向战争，绝对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。1953年，朝鲜停战协定签订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份协议是一份停战协议，而非和平协议。韩国一方都没有参与签署。前韩国外交部长卞荣泰曾公开叫嚣，韩国不认为有义务遵守停战协定。所以从客观上来说，现在的朝鲜半岛仍然处于暂时停战状态。如果现在双方有一方动手，战争随时都可以再次开始。而在半岛问题上，中国向来提倡用和平手段解决矛盾，维持半岛的稳定。正因为这样，中国不能像对巴基斯坦那样给朝鲜提供武器。其实说了这么多，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遗忘了一件事情，
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不出售给朝鲜军事装备，却忽略了朝鲜到底会不会要。而如果熟悉现在朝鲜的情况，就算中国想将一些先进的装备卖给朝鲜，朝鲜也大概率会拒绝，除非中国白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朝鲜是真的穷。实际上，现在中国的歼 10C 型战斗机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，朝鲜说不眼红，那肯定是假的。毕竟，现在朝鲜绝大多数的战斗机仍为苏联时期进口的苏25和苏7这些第一代、第二代战斗机。然而，韩国军队在美国的武装之下，已经普遍装备第三代战斗机。于此背景之下，本来就担心遭到侵略的朝鲜，显然会非常希望进口一些新的战斗机来提升自己的空军力量。不过，在许多军事专家看来，朝鲜就算要进口中国战机，大概率也不会选择歼 10C， 而会选择中国空军退役的歼 10A。是因为歼 10A 更强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其实朝鲜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歼 10A 更便宜。目前虽然中国并未公布歼 10C 的具体出售价格，但根据一些军事专家的分析，其造价起码在5000万美元以上。而歼 10A 虽然同样没有明码标价，但通过此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的消息，中国出售给巴基斯坦的枭龙 Block 3战机并不会超过4000万美元。因此类比之下，歼 10A 的价格大概率也会和枭龙 Block 3战机相差不大。购买歼 10A 对于朝鲜来说，显然压力会小很多。现如今，朝鲜的贫穷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。在常年的先军政策影响下，尽管朝鲜在军事实力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，但国内经济实在有些不堪入目，与南边的韩国更是比都不能比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让朝鲜政府再花费高额的价格购买中国武器装备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而俗话说得好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，让中国免费把武器送给朝鲜，那也不符合常理。于是便出现了中国把武器装备卖给巴铁，也不卖给朝鲜的情况。